巴黎顶级羊肉、顶级鸭肝酱、顶级甜品、普通咖啡，法餐又让我震惊。欧洲国内 YouTuber 是不是真的没吃过，还是为了吃国内爱国流量，让我怀疑。黑欧洲菜、黑白人饭就是流量，还是真的外国留子和外国中国人真的不会找餐厅？今天顺便说下在欧洲怎么找餐厅的底层逻辑。这个店我是二刷了，第一次感觉它食材和烹饪技术不错，所以第二天又来了。这个店也是几十年老店了，环境服务都很好，食材也不错，烹饪技术特别精致。我的选择前菜鸭肝酱配面包。第一次我来这个店，点的菜不是很合我胃口，但我能吃出它精致的烹饪技术。第一次点的前菜是个鸡猪肉的混合肉饼，很细腻香浓。我点了2个主菜，一个是生的牛肚肉，一个牛排，都不合我口味，但它做的很精致。不是摆盘精致，是烹饪技术很精致。比如它牛排5成熟，但是一滴血都不带，看着是鲜红色，一点腥味都没。不合我口味，是我心目中牛排还是日本厉害，太瘦了。配的茄子蔬菜把我惊艳了，我没想到茄子能做出那种味道。我现在并不会因为大鱼大肉觉得哪个店好，颠覆我认知精致的觉得更好。那个生的小牛肚肉做的也震惊，吃的像三文鱼没腥味，我不喜欢可我佩服。今天我就选择了菜单上难度最高的菜来考验下它的水平。我一般去陌生餐厅不太会选择那些难度高的菜，都选安全的菜。我吃饭更在乎完成度，难度高的容易踩雷的，我吃一口直接走，太浪费了。我觉得鸭肝酱这个东西难度就很高，鹅肝进货用料顶，基本不太容易失误。在上海，个人建议不要点鹅肝，基本100%踩雷。现在法国鹅肝不好进来，都是山东的。现在上海1000家以上人均的都是山东鹅肝，没那么腥，但是回味还是有一点。今天这道鸭肝这样让我震惊到了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只有奶香味，虽然是冰镇的，微微带一点红酒的清甜，不夺味。朴实的摆盘还是很精致，比起米其林朴实。鸭肝这个东西我们国内基本都扔掉，这种品类能做到这种味道，水平高到离谱。它配这个面包比免费的更脆，小心思厉害。免费的2种味道带南瓜的也很绝。这道难度高的菜没让我失望，我特别认真做着回味，都没回味到一丝腥味，太屌。法国烤羊肉配顶级蔬菜，我今天都是选难度高的菜，羊肉比鸡肉、牛肉、鱼肉难度都要高。在国内羊肉没炖熟烤熟肯定有膻味，它这个看着像6到7成熟，味道太夸张，一丝膻味都没有。它这个不是特别热的那种羊肉，你要说它像烤的又像炖的，那种嫩滑不假的口感，带一点奶香味，大片吃肉真的好爽。味道太夸张，超过我吃过所有土耳其、新疆的羊肉，口感很精致。调味基本只有淡淡的盐味和肉汁的香甜，基本没放调料，无敌的很。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国内自媒体中国人去欧洲各种黑欧洲饮食。就说个最简单的，在国内被奉为神的日料，日本料理人都梦想是去巴黎学习。我觉得菜一点的美食家，能去东京的，会找餐厅的，都把日料当神了。我目前还没见到来欧洲懂欧洲美食的中国博主，基本只有吃爱国流量黑欧洲的。巴黎我看了有个米其林2星还是3星是日本人开的，他也不是做日料，是法餐。我小时候看日剧，很多日剧都是主角去欧洲学习厨艺，又到日本开店的。现在东京也有一批法餐超级贵，很受欢迎，就我们中国人后知后觉，完全不懂。一个原因是中国接触的西餐跟欧洲顶级的真完全不沾边，包括上海米餐那个。我说日本是想找一个很强的参照物，如果日料 YYDS， 怎么日本人还跪着学习法餐？这个土豆味道也无敌，很细腻的口感，
一点点淡淡的盐味，太好吃了。胡萝卜用的也是欧洲顶级的，像水果一样，豆角普通。下面这个汁像红烧羊肉汤，很香，有放了八角的味道。其实欧洲美食太多了，我现在就教大家简单选欧洲餐厅的逻辑。直接避开汉堡、披萨、牛排、意大利面那种什么都卖的餐厅，也有好的，但是难度高。就好比你来中国避开什么川湘菜、火锅、包子这些游客吃的快餐的东西，当然也有好的，只是你不太容易选到。就好比你在上海找个正宗川菜给我看看，尽量选 Google Map 4.5分以上单一品类的，或者菜单没见过的。大众点评不能太多中国人去打卡，没有大众点评的也行，谷歌人气高点的。千万别想着去欧洲吃牛排，大部分卖牛排的都是游客餐厅或者快餐，或者看我去的里面筛选也行，我基本没去过游客店。这道羊肉顶中顶，你吃过就知道，朴实无华的摆盘，超过米其林3星的味道。选店也尽量别去那种米其林3星门店很大很宽敞的，那种基本开销都在服务和装修。国外跟国内还不一样，装修和面积、人工成本特别高。米其林3星我感觉食材都一般。我今天点了甜品，也是考验他甜品的能力。法餐甜品做得好的很期待。味道很厉害，上面的糖像沙子一样，甜的很清淡，不是你们那种脑子过甜的白人饭。下面的酥饼很脆，甜品整个都是淡口的，吃不到甜味，基本吃的都是饼的香味。这道甜品太舒服了，不知道这种味道在上海这辈子能吃到吗？这个奶油我问他是冰淇淋吗？怎么吃着好像冰淇淋？他说不是。香浓不腻不甜，全是香味，这种甜品我也爱。咖啡就上海能做出来的味道，改天我拍上海咖啡 TOP 5，上海咖啡世界水平没毛病。这个甜品比米其林2星那个比利时华夫饼不知道好吃多少倍。那个虽然也不甜，但是带了一点油，这个是完全清爽的甜品。我研究了下这家店的 IG， 能看出来他们家的食材是有东西的。我吃下来的感受是食材是顶级的，能跟米其林3星比，特别稀少的肯定没有。我看他们家经常去参加一些大型比赛和活动，顾客群体应该是固定的。这家店应该就比较类似中国一些小餐馆，精致好吃的那种。没什么噱头，菜单价格看着就是比同样装修定位的贵，稍微要贵一点。我过段时间去巴黎还要验证一下这个店的新菜单，选高难度的菜点。你们来点一个主菜就能吃饱了，50欧元以内，没必要像我一样点那么多。那个免费面包挺好吃的，吃点面包都饱了。上海的咖啡水平可能已经来到世界前列了。我在欧洲没专门找顶级咖啡店，喝过一些米其林的咖啡，感觉跟上海巨富长静安区的咖啡水平差不太多。总结一下，今天这家店用料顶级，技术顶级，每一道都很惊艳。评分等级7，5颗星，高级的食材，惊人的技术。